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高档俱乐部后巷，一个男人宽阔而霸道的背影推开厚重的防火门走了出去，门轴发出沉闷一声，瞬间将室内震耳欲聋的电音隔在身后，止于低沉的余震。他走入后巷，霓虹灯的冷光在脚边的水渍未干的地面上晕开模糊光影。这里已经站着两个人正在抽烟聊天，空气里混杂着香水、烟草与酒精的味道，甜腻中带着微苦。一个身形精瘦，一个略微发福。胖子靠着墙角站着，精瘦男人狠狠吸了一口烟，吐出浓重的烟圈，眼神里带着明显的戏谑。我说胖子，跟着魏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我是真服他，多大的场面他都能泰山崩于前而面色不变。可谁能想到咱们这位冷面活阎王骨子里居然是个十足的痴情种。胖子弹了弹烟灰，咂了口烟，语气有点唏嘘。可不是嘛，咱魏爷这种跺跺脚能让半座城抖三抖的地位，就被那个姓林的小子给收了魂，居然真栽在那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手里，一头扎进去，连挣扎都不带挣扎的。瘦子轻嗤一声，手一松，烟头掉在地上，抬起脚尖来回捻了几下。这叫什么？老话说得好，英雄难过美难关。咱们魏爷这辈子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，唯独碰上这么个让他求而不得、琢磨不透的，心神就乱了。胖子摇摇头，慢悠悠地否定。美男？算了，这话过了。要说美，这俱乐部里随便拉出来一个嫩模都比他艳，那皮肤油光水滑的，我这个直男看着都想摸一把。他林阮清那长相算是清秀，但关键是他总带着一股子清冷高傲的劲儿，平时穿的总文绉绉的，一副禁欲的样子。可能越是这样，魏爷这种吃惯了大鱼大肉的就越是喜欢，越是上头。忽然瘦子眼神一凛，瞄到了防火门口的人影，立刻紧张起来，猛推了推对面的胖子。行了行了，闭嘴，李哥来了。胖子急忙回头，果然看见了被称为李哥的男人。该出货了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磨叽？李哥锐利的目光扫过两人。而且你们懂什么？那个林阮清是魏爷的初恋，初恋懂吗？李哥用带着威慑的眼神瞪了他们俩一眼。一看你们俩就没初恋过，所以就别在这嚼舌根了。是想被魏爷撕了舌头吗？你们两个是嫌命长了还是怎么着？见面前的两个人老实了，李哥继续说道。一会儿出货的时候都给我机灵点，别出什么岔子，一天到晚就知道臭贫，赶紧把烟掐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李哥说完，转身走回俱乐部。林阮清深吸一口气，平复了情绪，推开饺子馆的门，屋内的狼藉已被清理得七七八八，到处是街坊邻居忙碌的身影。隔壁卖菜的李大妈正拿着拖把用力地擦拭地面，修自行车的张大爷麻利地将破碎的玻璃渣装进回收袋，连平时爱下棋的王伯伯都戴着老花镜，弯着腰仔细清理着角落的碎片。林阮清来不及一一道谢，立刻将外套一脱，加入了清理工作。他来到收银台，只见明轩正检查那台被砸坏的电脑。这电脑摔成这样，肯定是废了。机器是废了，但硬盘数据应该还在。明轩推了推眼镜，我等下送去经销商那边，看看能不能回收零件，顺便打听一下他们那收银系统的报价方案。就照您的意思办。谢谢你，明轩叔。还跟我这么客气。林阮清腼腆地笑了笑。我婶儿呢？去了警察局，还没回来呢。她情绪怎么样？我安慰了她半天，总算是稳下来了。哦，那就好。人多力量大，在林里和明轩的帮助下，半天的功夫，饺子馆就被打扫得焕然一新，只剩下残损的桌椅和设备等待更换。临近傍晚，饺子馆门口，邻居们准备散去。小何啊，想开点儿，别难过了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东西坏了可以买，身体可不能垮。李大妈拍着林小何的手，声音带着关心。好好休息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对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张大爷接话。你把身体搞好了，店才能重新开起来。有什么事需要帮忙，尽管吭一声，我们就在旁边。林小何的眼眶一直红着，他用力的点头，哽咽着道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。人群渐渐散去，明轩临走前握着他的手。我明天再来看你。林小何温柔地点了点头，他又轻拍了下林阮清的肩膀。好好照顾你婶儿，我走了。说完，他的背影便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。
林阮清和林小河来到楼上的客厅，在沙发上坐下。林小河已经平静了许多。林阮清坐到他身边，揽着他的肩膀，轻声安慰道：别难过了，婶儿，我知道这次给咱们造成了一些损失，但只要饺子馆重新营业，很快就能赚回来的。林小河深吸了一口气，声音带着疲惫。他转头看着林阮清：亲，你别担心我，我哭过就好多了。我就是看着自己一点一滴亲手建起的店被人这么砸烂糟蹋，心里难免难过。但是我毕竟开了这么多年店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，这点事我还扛得住。那是肯定的呀。林阮清轻轻拍着他的背，声音坚定而温柔。而且现在店里在大家帮忙下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，你不用着急，这2天就能重新采购，过个几天就能重新开业。我倒是觉得你呀，正好趁机好好休个假吧。你这饺子馆开了多少年了，全年无休，你就当是老天爷强行给你放了个假。林小河听着林阮清诙谐的安慰，终于笑了，但是眼泪却又涌了出来。他知道林阮清是在用他的方式替他分担了那些沉甸甸的情绪。林阮清回到卧室，叹了口气，坐在床上，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沈之恒10几通未接来电。他回拨过去：你找我？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今天店里特别忙，就没注意手机。哦，那你怎么样？还疼着呢。林阮清回答的轻描淡写。我不是问你这个。沈之恒的语气沉了下来。我听说了饺子馆的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需要知道，我怎么知道的？沈之恒没有解释，声音里带着一丝责备。我不问你，你就不知道主动跟我说。你婶儿怎么样了？能怎么样？难过呗，就像看见自己孩子被别人打了一样的感觉。不过他哭过也就没事了，坚强着呢。店整顿好了照样开。哦，那就好。要是有资金方面的困难，我可以帮你。不用，我们能处理，而且平白无故的怎么能要你的钱？怎么叫平白无故呢？这话说的好像我们是毫无关系的人一样。你是我的人，我关照我的人很正常。我怎么就成你的人了？就算我们那个什么了？林阮清嘴上辩驳着，声音却有些微弱。你就是我的人，就算没那个什么，你也是我的人。听清楚了吗？沈之恒的声音霸道而坚定。林阮清，这辈子你也休想从我身边跑掉。又说的这么夸张？林阮清嘴上否认着，嘴角却不自觉地漾起笑意。挂断电话后，林阮清低声笑着嘀咕：真是霸道。随后起身走向洗手间。